胃酸倒流咧喺長者之中其實並非罕見嘅，大概差唔多1成嘅65歲以上嘅長者咧都有胃酸倒流嘅。老人家嘅症狀有機會同後生仔有機會唔同啦，佢可能比較少啲有一個火燒心啊、胃酸上湧嘅情況咯。反之就係佢可能會有啲胸口痛啊、吞嚥困難啊、喉嚨痛啊，甚至乎夜晚有咳嗽啊，或者係哮喘嘅症狀咯。老人家就覺得呢啲係其他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好多時候會睇咗其他醫生先。咁所以有機會咧，胃酸倒流有機會延遲咗診斷都唔出奇嘅。嚟講，如果長者嚟到我哋懷疑佢係有胃酸倒流嘅情況咧，我哋通常會做一個詳細問症啦，都會問翻佢一啲可能一典型嘅症狀啊，或者一啲非典型症狀啦，同埋可能都要排除一啲相關嘅可能性，例如佢胸口痛會唔會係心臟問題啊，係個肺嘅問題啊，係個喉嚨嘅問題之類咁樣咯。咁我哋長者因為年紀較大咧，我哋一般都會安排做胃鏡嘅。咁做胃鏡嘅目的就係我哋會確定我哋嘅診斷係咪胃酸倒流啦，同埋睇下佢有冇嗰個胃酸倒流嘅嚴重性，有冇嚴重嘅食道炎啊，有冇一啲潰瘍啊，有冇食道狹窄，甚至乎一啲嘅癌症前期，例如巴洛氏食道啦等等啦。咁通常用藥嘅方面咧，我哋通常都會用一啲比較強力減少胃酸分泌嘅藥物啦。例如一啲質子泵抑制劑，咁質子泵抑制劑咧，佢可以將我哋一啲嘅強嘅胃酸由 pH 值1-2度提升到 pH 值4度嘅，就將佢變成一個弱酸。喺呢個弱酸情況底下咧，我哋啲食道炎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咧，都可以慢慢好返都得嘅。如果長者需要食質子泵抑制劑嘅時候咧，可能有啲要留意下，佢會唔會相關有啲藥物嘅副作用啦。例如有啲長者本身有心臟病啊，或者腦血管病咧，佢係需要食到一啲嘅抗血小板藥物，例如 clopidogrel 嘅話咧，因為 clopidogrel 佢入咗肝裏邊咧，佢要利用個肝酵素做一個新陳代謝嘅。咁其中某一啲嘅質子泵抑制劑都用相同嘅肝酵素嚟做呢個新陳代謝嘅。咁所以有機會有一個互相藥物嘅互相影響嘅作用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要食呢啲藥物咧，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去揀一啲嘅PPI 係比較少啲呢啲嘅藥物嘅互相影響嘅作用嘅。